当综合格斗选手遇到了拳击手，会发生什么？职业 MMA 选手招仓未来今天又面临挑战了。受到一家拳击馆的邀请，招仓未来带着2个小徒弟去参加一次比赛。说是比赛，其实就是正规的切磋，使用的是对方擅长的拳击规则。今天他们的对手是来自日本的青少年拳击冠军，一个个绝对是1顶1的高手。这个小帅是招仓未来的小徒弟，练习综合格斗3年，今天也是第一个上场。招仓未来表示，今天的对手太强，你们一定要小心。对手的身高很高啊，戴了头套。好，现在比赛开始。戴着蓝色拳套的是综合格斗选手小帅，戴着红色拳套的就是拳击冠军。双方几乎没有什么试探，走上来就是拳法对攻。小帅被抵到擂台边，不过防守的还是不错啊。虽然练的是综合格斗啊，但是小帅的拳法还不错，而且也有重拳。拳击冠军看起来也没有占什么便宜。因为这个对手是戴了头套，所以双方在换拳的过程中啊，小帅可能要吃点亏。对手现在是猛扎猛打，看看小帅能不能防得住啊！看这场比赛还是比较过瘾的，拳拳对攻啊，拳击手的这个步伐确实很灵活。哇，小帅这个勾拳打得漂亮，小帅连续勾拳。招仓未来在后面站的看起来很严肃啊，毕竟在人家的主场，而且用的是别人擅长的规则。个人觉得这场比赛双方打得差不多。好，现在时间到，接下来是今天的第2场比赛。戴着蓝色拳套的是招仓未来的徒弟西谷大成，穿戴着白色装备的就是日本青少年拳击冠军。其实招仓未来的这个徒弟啊，实力也是很强的，也已经打过了职业比赛，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。那当然是综合格斗啊，不是拳击赛。从双方的体型来看，西谷大成个子要高一点啊，比较瘦。这个对手啊是比较壮的。哇，西谷这一拳被打中了。双方这样换拳，西谷吃了很大的亏，因为对手毕竟戴了头套。再次换拳啊，西谷又被打中。大家注意看啊，西谷出后手拳的时候，前手拳没有防好，这个漏洞啊也是屡次被对手抓住。哇，漂亮！西谷被击倒，练拳击的这个拳法真的是很快。招仓未来的爱徒啊，西谷大成就这样被 KO 了。虽然心有不甘啊，但是对手的实力也是真强，所以输了也正常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就是招仓未来啊亲自上场。招仓未来就不用多介绍了啊，他们这次找的对手也是一个个子最高、实力最强的一个。
如果前面2场第一场打平手，第2场就是招商未来他们输掉了，那么这场比赛也是至关重要。招商未来现在也是全程板着脸，对手的几个躲闪还真不错，现在走的也是稳扎稳打的策略吧。招商未来2个前手拳，看招商未来打拳啊，就是信心满满，收放自如。哇，漂亮！招商未来后勾前摆，精准命中啊！现在对手是越打越没有自信，因为到现在为止好像也没有打中一拳嘛。招商未来的打法非常有压迫性啊，把对手顶到擂台边。现在是对手只要一出拳就被招商未来打反击，搞得他现在都不敢出拳了。哇，漂亮！招商未来上步后直拳，一拳将对手击倒。招商未来亲自出马，扳回了一局。看格斗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。喜欢小百哥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加转发。下期比赛我们不见不散。这个男人一拳就干翻了日本重量级格斗高手，他就是来自中国的安虎，江湖人称笑三少。这是他今天的对手，来自于日本的金狼中破刚。这场比赛发生在1999年，当年的安虎代表中国散打登陆日本 K1 GP。这是一场重量级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。当年的安虎只有23岁，身高达到了1.90米，体重差不多100公斤。这在于中国乃至亚洲的格斗选手，体型绝对算得上是大级别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言归正传，比赛开始。安虎高扫上头。大家在看这场比赛的同时，一定要有包容的心态。要知道，这场比赛发生在20多年前，当年的中国格斗最具实战性的，也就是中国散打了。大家注意看啊，这里有一个细节，你们看看这个日本裁判有多坏。中破刚的一个顶膝把安虎的牙套震了出来，这个时候的裁判是看得很清楚的。但由于中破刚是全程压制，裁判并没有打断，我觉得也没有什么。裁判这个时候已经捡起了牙套，他完全可以暂停比赛，让安虎重新佩戴牙套，但他并没有这样做。安虎又吃了一个高扫，牙套没有戴其实很危险，很容易把牙打掉。当年的安虎也是第一批代表中国格斗走进世界擂台的选手，所以对这种搏击规则非常的陌生。裁判终于把牙套塞进了安虎的嘴里。第一回合结束，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回放。中破刚连续顶膝，像这样的规则，安虎很不适应。第一回合的安虎差一点被 KO。好，现在第2回合开打。中破刚一个中扫，这一下可以说是重挫了安虎。中破刚连续组合拳，安虎被打的只能消极搂抱。安虎2个上勾拳打中，安虎的拳法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而且今天的勾拳非常有效果。这是散打经典的侧踹。双方在换拳中度过了2分钟，中破刚一有机会就近身顶膝。时间还剩下2分40秒。第2回合打得非常焦灼，重量级的互拼真的是重拳重腿。第2回合最后5秒钟，哇哦！安虎在最后1秒钟压着铃声打出了前手拳，应该是中破刚觉得时间已经到了，于是放松了防守。当安虎前摆拳打来的时候，他已经来不及了，这一下非常的重啊！中破刚倒地不起。第2回合的铃声啊，是害了他，也救了他。经过中场1分钟的休息，中破刚居然缓了过来。接下来是第3回合。好，现在比赛开始，我们来看看第3回合双方的表现。
安虎保持着猛抽猛打的状态，把钟破刚抵在擂台的一角，连续重拳打击。由于刚才受到重击，钟破刚的连续顶膝威力有大所下降。安虎左右摆拳，勾拳摆拳，安虎的重拳如雨点般打在钟破刚的脸上，钟破刚再次倒地。倒地后的钟破刚痛苦不已，那是满眼冒金花呀！钟破刚勉强起身，团队已经扔上来了白毛巾，但是裁判并没有看到，裁判感觉钟破刚已经不能再战，于是终止了比赛。最终，中国悍将安虎以 TKO 的方式拿下这场比赛。安虎也凭借着重拳和强悍的抗击打能力，在刚开场不占优的情况下，远赴日本，最终上演了惊天大逆转的好戏。现如今，7届散打王安虎仍然活跃在中国格斗圈，创办安虎搏击，为中国格斗输送新鲜血液。最后，我们也预祝安虎老师财源广进，广收门徒。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，喜欢本期视频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这个男人一拳把对手的头盔打碎，他就是韩国总统保镖，号称韩国李小龙，他叫 DKU， 原名刘大金，1979年出生。从 DKU 的身上我们能看到李小龙的影子，特别是李小龙的步伐。DKU 的实战能力一直被众人所质疑，在视频的后半段我会给大家呈现 DKU 的实战比赛视频。DKU 除了练习拳击和截拳道以外，还练习过很多中国武术，比如八极拳和通背拳。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，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五连鞭，还是想到了树高莫右？看这个镜头，是不是又想到了点什么？在之前的社交媒体上很难找到 DKU 的实战视频，那么他的实战能力到底如何？1979年出生的 DKU 今年已经40多岁了。最近他终于打了一场拳击比赛，而且对手是前 UFC 职业选手。那么 DKU 的实战能力到底如何呢？接下来小北哥就带大家看这场比赛。这场拳击比赛是6个回合，每回合3分钟。这对于40多岁的 DKU 来说还是有一点压力的。DKU 今天的对手是来自英国的前 UFC 选手布拉德，他的体重比 DKU 整整重了20公斤，这差不多相当于红化了5个级别。从整场局面来看， DKU 虽然是被压着在打，但是他的反击还是有一点效果的。年龄比对手大了10岁，体重又轻了20公斤，我觉得能打到这个样子还是非常不错了已经。就凭这个体能和防守，再加上敢走上擂台的勇气，我觉得国内的某些传武大师就应该和他学一学。最起码你能证明自己的拳头不是吃素的。整场比赛打到第6回合以后DKU 的体能看上去也下降了很多，感觉有一些力不从心，但是他的反击也存在，甚至还有一波对攻，打的还是相当的精彩啊。爱格斗爱生活，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，我是你们的小北哥。剩下的一点时间大家慢慢看比赛。虽然这场比赛是打完了6个回合， DKU 最终也是输掉了比赛，但是他敢走上擂台，敢于挑战强者，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其实他走上擂台的时候，输赢已经不那么重要了，他向全世界证明了自己。那个韩国李小龙，那个曾经号称韩国总统保镖，那个练习过马家术、截拳道，练习过拳击，练习过中国传统武术的 DKU， 他是具备实战能力的。喜欢本期视频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特种兵马奇布今天遇上了硬茬，由于好久没有更新沙滩格斗，小北哥被粉丝们疯狂的催更安排。今天的对决是特种兵马奇布挑战俄罗斯地区冠军沙夫里格，比赛双方分别是黑色短袖马奇布，白色短袖沙夫里格。现在比赛正式开始。沙滩格斗老规矩MMA 规则，右上角有时间计时。沙夫里格率先出拳，马奇布稳扎稳打。
双方现在都在小心的试探。看过马奇波比赛的兄弟都知道，马奇波的爆发力特别强，速度很快。马奇波逼得很紧，沙弗里格前手拳。马奇波左右换架，马奇波冲上去转身摆腿，被沙弗里格打了一个迎击。沙弗里格的距离感也非常好。双方换拳，沙弗里格前摆拳没有打中。马奇波这个摇闪有点像拳击。沙弗里格前摆拳 low 扣，被马奇波打了一个迎击啊！马奇波最擅长打这种拳。马奇波下蹲假动作，这也是他的杀手锏啊！沙弗里格笑了笑，和他拍了一下手。双方现在都在等待机会。马奇波的双手拿的都比较低，一般来说，这种爆炸的人步伐肯定是极度的灵活。其实可以看得出来，比赛双方都属于机会主义者，都等着对方出动作，然后可以从中找到漏洞。沙弗里格跳步直拳。比赛打到2分多钟啊，双方终于有了一波换拳。沙弗里格前摆拳，自己失去重心倒地，马奇波压上去想做背后裸脚，看看有没有。哇，这个角度看好像已经有了，双手卡得很深。沙弗里格拍手认输，马奇波再一次拿下比赛。爱格斗，爱生活，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，我是你们的小北哥。喜欢看格斗比赛，记得关注小北哥。下期比赛我们不见不散。今天的这场比赛，如果大家觉得不好看，依然可以到评论区骂我。今天的比赛来自后院格斗 MMA 规则，比赛双方分别是穿着红色短裤的梅德利和这位大胡子选手艾迪。比赛一开始，梅德利就发起了疯狂的进攻，艾迪吃了很多拳，抱头防守。这个时候，艾迪打了一个精准的后手拳，就是这一拳打得非常漂亮，成功打乱了梅德利的节奏，也为自己争取到了喘息的机会。大家可以看现场的这个场地现在是变得非常的小，只有4米左右，所以今天的比赛注定是一场没有后路的战争。艾迪连续2个前手拳加后直，双方近距离拼拳。梅德利现在是占了身高和臂长的优势，也频繁的用扫踢，而且特别喜欢用高扫。再一次想用高扫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时候的艾迪团队啊，如果有团队的话啊，在旁边应该是有看到了，然后就应该要提醒艾迪要防梅德利的高扫。有的时候团队啊看得非常清楚，因为旁观者清嘛。梅德利的高扫已经扫了很多次了啊。梅德利右手假动作，梅德利的拳头组合还是非常不错啊。艾迪的迎击打得也很好，这也迫使梅德利也不敢压得太紧。总的来说，我发现艾迪也是很稳的啊，稳扎稳打，这样的选手也不容易犯错。梅德利的压迫性很强啊，就是不给你喘息的机会，而且还身高臂长，手又打得很远。现在轮到艾迪进攻了，艾迪这个腿踢上去没什么劲，还不如不踢。我发现艾迪的拳还是比较重啊，应该多打拳法，我感觉，而且可以近身去打。看到没有，梅德利又是高扫踢，艾迪低扫梅德利反击。艾迪近身重拳出击啊，被梅德利打了反击。梅德利防守也很不错。梅德利低扫，这一下很重，又接了一个高扫。梅德利再次起腿，我感觉艾迪的这个距离不太好，使得梅德利频频有出腿的机会。哎，这样就对了，近身拼拳嘛，既然拳比对方重，那就不要害怕，跟他拼就完了。好，现在第一局时间还有10秒钟，双方在最后几秒钟打了一波小高潮。好，第一局时间到，比赛马上来到第2回合。今天的比赛双方啊水平还是比较高的，而且这个打法也非常有观赏性。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少了一些地面压制。
第二回合一开始双方就进入了对攻模式，打的也是有来有回。艾迪的一个前手直拳把梅德利的牙套打掉了，裁判要求暂停比赛，把梅德利的牙套重新给他戴好。哇哦，漂亮！梅德利一个上步高扫，大家注意看他这个上步非常重要，这一腿可以说是结结实实的打在太阳穴的位置。艾迪全场都在防他的扫踢，但是这一下还是大意了大意失荆州，最终梅德利 KO 艾迪获胜。看格斗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喜欢本场比赛，记得点赞、关注加转发。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